大家好，我是波霸，今天要來這裡挑戰鷹眼雷達，看看可以找到多少種鳥。有人說大雪山是台灣賞鳥人的聖地，是一生一定要來朝聖一次的地方。這條從東勢一路蜿蜒向上的大雪山林道200線，早期其實是台灣為了運送木材而開闢的專用道路。當年卡車載着巨大的紅塊、扁柏從這裡運下山，而現在這條路不再運送木材，反而運送着無數像我們這樣熱愛生態的人上山尋寶。歡迎收看鷹眼雷達，讓我們帶大家去都市的各個公園、郊外的樹林草原，又或是走向世界各地，玩遊戲、做挑戰，一起找尋不一樣的鳥類以及野生動物吧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大家好，我是波霸，今天要來這裡挑戰鷹眼雷達，看看可以找到多少種鳥。不過今天有大神幫忙，今天出外靠朋友，所以我們靠朋友照啦。出發！為了這趟朝聖之旅，我們半夜就從高雄出發，摸黑開了幾個小時的車。我們的目標要從海拔最高的50K 一路拍回山下。沒錯，今天的策略不是定點登鳥，而是漫步林道。我們要用雙腳去丈量這座國際級的賞鳥天堂。早上7點，我們抵達了今天的起點。50K 小雪山資訊站，海拔將近2600公尺，但我犯了一個很致命的錯誤，我低估了台灣高山的威力。今天出外就靠重來。一下車，那個冷風是直接灌進骨頭裡的，我外套穿太薄了，整個人抖到連相機都快拿不穩，會痛。好冷。才剛下車，2隻新鴨就站在電線桿上吃早餐。不知道是不是空氣稀薄的關係，這裡走沒幾步路就覺得特別喘，心臟狂跳。雖然身體在抗議，但這裡的鳥況好到讓人捨不得躲回車上。又是立贝。旁邊的草叢裡還躲着一隻顏色像寶石一樣的立貝領鸲。對啊，都背對。哦，它衝過來，好漂亮啊！接着，不怕人的金翼白眉在小水灘邊玩水。哦，2隻。好可愛喲、那2隻。啊？对啊，我们往裡面去。剛那隻你有拍到嗎？可以。那只应该是金小胖，那個體型。哦，這2只是金小胖，那個嗎？啊，金翼白眉，以前的名字叫金翼白眉，現在改成台灣藏美。哦，
哦，一樣，金玉白人就台灣趙美。對。哦。剛跑過去那個我沒有拍到，台灣趙美，乍看超像松鼠的，它會像松鼠一樣那跳，然後飛。等一下看還有沒有遇到，我再拍起來。我們往上。這池是雪山天池，不過現在特別的乾。冬天的時候，這邊還會結冰。哦，會有小冰塊，碎冰那種。對對。那3只是白美洞。哦，我有拍到，但是超級糊。在這邊看到五色鳥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。對。在那邊，找到了。我看到了。五色鳥，還2只誒，左邊母的，右邊公的。好可愛啊！虽然拍很多五色鳥了，不過在這裡遇到五色鳥，蠻神奇，蠻特別的，所以還是要拍一下留紀念。哦，大逆光，新鴨，哦，新鴨，它站在樹梢上，搖頭晃腦，好可愛哦，有胖嘟嘟的。合照用鏡子，還要用60，拍合照用。我來拍一張合照。一群人拿着超長焦對着鏡子自拍，這大概是賞鳥人獨有的浪漫吧。現在氣溫終於到我船長可以接受的程度了。我們走了大概半個小時吧，因為剛下車的時候啊，我看那個溫度寫說氣溫只有7度。然後體感溫度大概在0度，結果我只穿一件防風外套跟一件 T 恤。剛下車的時候冷到有點反應遲鈍，按不太了快門。我的失誤，沒有注意到氣溫，忘記了，太久沒有上山了。然後現在氣溫正常了，手指都靈活了。可以大展身手拍照了。其實我在為剛剛那個拍不到找借口，但是因為很少來海拔這麼高的地方，真的我走沒幾步就有點喘。我要加油了，我的肺活量不行。平常都重訓都不做有氧。那个参数要改的先改好。去哪里？对，就是那个跳水马达后面。马达的右下角。哦，那個角度我背擋住他們了。唱出來了。
洗澡。這只是蓝尾鴝。这只是蓝尾鴝哦。嗯。我拍到背面。受精。应该是啊。你说那个盒子吗？对，白色的。那看起来应该像是自动相机啊。嗯。10只哎。红头山雀。好遠，沒有，我連呆板都拍不清楚，只拍到被樹枝擋住的。小叮當其實蠻常見，但不好拍，它太過動。你這邊沒有拍到沒關係，因為往下海拔越來越低，會越來越容易遇到小叮當。哦，我拍到樹枝了，你看，對焦在它前面的樹枝。拍林鳥這種事情很常發生。啊，望遠鏡比較實在。對啊，沒下雨又不錯。10次拍鳥9次龜啊。對啊。我又拍湖了，因為距離太遠，然後光線比較暗，所以對焦對不太到。希望等一下可以拍到漂亮的小叮當，因為它也是我很喜歡的一種鳥。這個是茶壺式的叫聲，對對對對對對，對對對對對對，在樹枝的最上方。最粗的那一只。對，最粗最高的那一只。最高，對，頂點。新鴨專門吃這種東西，然後它就會把這個夾一顆放在樹枝上，然後在那邊，所以你聽到這個聲音就是新鴨在敲。哦。對啊，好可愛。放回去吧，不帶走。對啊，放回去，這個都不能帶哦。大家記得來這些地方，這種都是不能帶的。隨着海拔下降，我們來到了43K 遊客中心這一帶。一進了遊客中心，波妞馬上就被這裡的紀念品迷住了。他一口氣買了一整套5隻的大雪山限定娃娃。接着，我們沿着小木屋後面的林道，一路往警察小隊的方向走。說實話，這段路的鳥況稍微安靜了一點。雖然鳥不多，我們卻幸運地遇到了一位鳥會的前輩，他非常熱心地帶着我們走了一段，沿路跟我們介紹這裡的植物、鳥類的習性。雖然快門按得不多，但腦袋裡裝滿了有趣的知識，這比拍到鳥還要珍貴。就是救人救自己啊！但是頭線如果沒有完整的話，前面那段也很像。當然，這段路也不是完全沒收穫，我們還是記錄到了可愛的青背山雀。在特訓的時候，航山界的聲音只有上面，現在要起了6種以上，所以。和路過的山羌，下去了。再往下一點，我們來到一個可以停車的地方，簡單的吃點東西，就走進了旁邊的林道。回不到家。還是踢葉子。對啊。這裡發生了一些小插曲，
為了尋找躲在底層的深山豬雞，阿泰，我們的泰哥，竟然直接爬手徑上去。等他們下來再看看拍了什麼。他們是山羊，給大家看看這個坡多斜，危險動作請勿模仿，所以我沒有模仿。哎，我不敢上去。你是山羊嗎？你是屬山羊的，人家是專業做生態調查的，一般人不要學，這個上得去真的下不來。小朋友不要模仿哎，叔叔是專業的喲。有啊，他還在，我在錄影。哎呀，跳上去！跳上去了。有，他還踢叶子，好可愛，好可愛哦。对吧？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們在這裡記錄到了深山豬雞。同一時間，漂亮的文藝畫眉也出現了。那吃果子哎。再往裡面走一點，還有一隻很會躲的紅胸啄花，雖然很難拍，但我們勉強有把它收進記憶卡裡。剛看到了一隻藍腹鷴母鳥，但是它跑下去了，我也只拍到糊糊的照片。在這裡。它從這個斜坡跑掉了。接着來到大雪山最有名的鳥點山童子樹，這裡拍到了超級漂亮的黃腹琉璃，公鳥那個藍色黃色的對比，在陽光下真的美翻了。時間接近傍晚，我們下切到有溪流的小橋邊。這裡住着另一種我們想收集的目標——千色水鶇。運氣很好，公鳥、母鳥都出來見客。看它們在石頭上張開扇子一樣的尾巴，真的非常的療癒。這就是千色水鶇母鳥。拍完水鶇，我們往後面的步道走。想拍櫻花版的小叮當，沒想到早上遇到的小叮當紅頭山雀又出現了。這次距離更近，我們趕緊把握機會補考，把這可愛的小家伙拍個夠。往另一邊的小徑走去。現在是有對焦沒對焦，你看不出來。幹好像糊掉了，糊掉，稍微糊掉。柳音，这麼柳音，現在看一下。哎，有類似這種照片，我就可以分辨他是誰。有其他照嗎？沒有其他角度。應該有。级別柳音，2隻級別柳音，好強哦，這麼糊哎！因為我看到一單。1
一群過冬兒也加入了派對，綠畫眉、吉北柳鶯還有黑枕狼翁全部在樹叢裡跳來跳去。雖然這裡我拍的都很糊，但那種被鳥包圍的感覺真的很幸福。趁着天黑前，我們開車慢慢晃下山。老天爺似乎想給我們一個完美的 ending。路邊的樹上停着一隻帥氣的大冠鷲，它是一只胖冠冠，瘦冠冠不是胖冠冠。頭頂的電線站着兩隻很會學別種鳥叫的小卷尾，路邊還有台灣竹雞一家子出來送客。隨着太陽下山，我們也準備結束今天的賞鳥之旅。我看了一下手機，雖然點跟點之間我們是開車移動，但每一個林道走進去再走出來加一加，居然也扎扎實實的走了2萬多步。這2萬多步讓我們獲得了些什麼？打開 Merlin 的辨識記錄一看，今天我們居然遇到了總共50幾種的鳥類。從高海拔的新鴨小叮當，到中海拔的山童子盛宴，再到溪谷的千色水鶇，這個數量如果是定點等候，絕對不可能達到。其實大雪山有很多種玩法，可以在50K 架着大炮等地質，這樣子很舒服，也可以更容易拍到數毛的大片。但像我們今天這樣子的腿拍，雖然累，雖然很多鳥因為距離較遠，動作很快，拍出來是糊的，但走進林道的好處是，你不會錯過那些躲在樹叢中的小驚喜，像是在山壁邊邊吃邊走的深山竹雞，好可愛哦！又或是超過動的綠畫眉，這些不期而遇，往往比一張完美的照片更令我覺得有趣。所以你問我下次來大雪山是要輕鬆車拍，還是要再走2萬步？摸摸我痠痛的大腿，我想我還是會選擇，到時候再說。喂，不過這些大雪山的精彩真的非常多，都在那些路邊不起眼的樹林裡。我是波霸，今天的大雪山暴走全紀錄就到這邊。如果你喜歡這種走到鐵腿的熱血生態紀錄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哦！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嘍，拜拜！我新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喲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。我們社群見。